我穿到霸总文里扮演海王宫三，跟绝美老婆恋爱后，对她虐身虐心，就为了激起剩下2个宫的保护欲，我纸醉金迷，荤素不忌，一直把老婆往外推，观察2个宫的反应。谁知被老婆一下擒住下巴，亲了过来。不等我反应，剩下2个宫也围了上来。不是，等下，我是宫三啊，也没人跟我说扮演炮灰宫三会变成万人迷啊。徐少，这个你看怎么样？漂亮的小孩被好友推了过来，我眯着眼打量他，伸手要把人拉到身边，手面就搭上一只白皙的手。我抬头去看，他紧紧地攥着我的手，眼尾通红。漂亮小孩委屈地瞪了他一眼，又坐到了刚刚那人的怀里。我用力一拽，他就顺势坐到了我的腿上。我手搭上他的额头，宝贝儿，不是发热了吗？怎么还跟来了？夏季言仰头就亲，温热的触感袭来，我脖子一僵，还是热情地回应了他。夏季言发热了，身上的温度比平时要高很多，嘴唇也干燥起皮了。我拍了拍他的屁股，你回去吧，发烧了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别扫了大家的兴致。他红着眼睛看着我，半晌突然露出笑来。酒吧里灯光昏暗，我看不清他眼底，只听他道：我没吃药，那你要留下来，可得帮徐少喝酒。我们正在玩游戏，我罚1杯，如果要找人代喝，那人要喝10杯。我暗暗握紧了手，在心里祈祷主角兽不要答应啊，为我这个渣男不值得。夏季言却从我身上下来，坐在了我的旁边道：好，卧槽，徐少牛逼，还是徐少会调教。来，给嫂子先上10杯。夏季言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晕，他仰头喝了1杯，晶亮的水珠落在他的唇上，很勾人。我移开了目光。半年前，我穿到了这本书里，扮演海王宫三。穿过来的时候，主角兽正在被一群恶霸凌辱，我冲了过去，噼里啪啦拳打趴下，然后对他展开了强烈的追求，砸钱砸时间。我又长了一张迷倒众生的脸，很快他就沦陷了。我们开始了甜甜的恋爱，恋爱了半年，我有点厌了，又变成了之前的那个海王，对夏季言爱答不理。他哭过闹过，跪着求我不要走，不要去找别人。我看着他那副美人落泪的样子，抓心挠肺，想把他抱在怀里，吻掉他的眼泪，可我不能，会被电击。主角兽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个宫三，他的真命天子另有2人，一位霸道总裁贺廷，一位知己学长方玉。贺廷今日回国，接风宴是我们的共同好友办的，知道我跟贺廷不对付，本来是没叫我的，我是主动来的，我有点期待，这将是主角兽和宫一的第一次会面。书中夏季言喝得面色通红，会被来找他的方玉和看不下去的贺廷就走，而我并未阻拦。我跟贺廷是死对头，他上赶着要我不要的东西，还是头一遭，我很得意。转眼间，夏季言已经喝了8杯。此时，贺廷推门走了进来，他和半年前的气质有些不一样了，但仍是西装革履的，一股子装逼味。我看不上他，凭什么他是宫一，我是宫三？我有点不服。他一来就看到了夏季言，顿时蹙起了眉。贺总，你终于来了，快坐。他朝这边走了过来，一屁股坐在了夏季言的旁边，看了夏季言一眼，朝我望了过来。我朝他挑衅的一笑。夏季言此时已经喝到最后1杯了，他秀气的眉毛蹙着，把杯中酒灌入口中，然后扭头捏着我的下巴吻了过来。我有点愣，唇上一软，然后是铺天盖地的酒香。夏季言勾着我的舌尖，我抑制不住的伸长了脖子，微扬起头，酒水流进了喉咙，舌尖被吮得发麻。这个吻持续很久，等他放开了我气喘的趴在他的肩头，因为不会换气，脸颊绯红，瞳孔有些涣散，唇上还有他留下的酒渍。夏季言什么时候这么会亲了？我海王爱玩，但酒精不耐，只是喝了一点就有些醉了，脸上迅速泛起红晕，眼睛里也泛起水光，下巴戳在夏季言的肩膀上。我缓缓抬起眼，正对上贺廷的眼睛，他黑眸盯着我，喉结滚了滚，啧，我还在这呢，就觊觎我的老婆。我松开夏季言，头靠上后背，缓解眩晕感。这设定太傻逼了，没见过哪个海王一口酒就倒了的。许晋欢，海王阔少，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谈得最久的就是夏季言。追人家谈恋爱，整整花了1年时间，死党们都以为我收心了，可我仅用半年就玩腻了。我是真海王，来一位爱一位，反正总有下一位。冷3天，热3天，新鲜不过2、3天。夏季言被我虐得伤心欲绝，宫一宫二乘胜追击，最后他们3个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，2人还好商好量。贺廷135，方玉246，周日一起，啧，可把他们爽坏了。说起来，方玉应该也快来了吧？门再次被人推开，方玉走了进来，他穿了件白色短袖，搭配着一套米白色套装，人帅气又温柔，整一个温柔之心学长风。我却在心里嗤笑一声，一股子小白脸软饭男味儿，还没我长得俊。凭什么他是宫2，我是宫3？我很不爽，他上来就劈头盖脸骂我。许晋欢，你真是个混蛋，他都发烧了，你还让他喝酒。他走过来，一把拽住夏季言，你别怕，我带你走。说着就要把人拉走，我眯着眼睛，一把握住他的手腕，威胁地看着他撒手。他狠狠地盯着我气势哪能输，腾地站起来，却头一晕，一头栽在他的胸膛上，额头撞到了他的下巴。妈的，丢人丢大了，头好晕，但我会找回场子。我撑着他的胸肌起身，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，仔细端详，然后故作心疼道：砸坏了没有？其实是为了恶心他。我朝他笑，你长得不错，你心疼他，就代替他今晚陪我，怎么样？方玉神色正了正，眼眸慌乱，猛地把我推开，我正要摇晃着栽倒在沙发上，夏季言一把搂住了我的腰，我侧头去看他，心里暖洋洋的，朝他露出了一个笑。还是我的老婆好，你们一个个的都配不上我的老婆。晋欢有些喝醉了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夏季言把我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搂着我的腰就要走。贺廷突然伸手拦了下来，眼睛紧紧盯着我，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你带他走不合适吧？啧，我眯眼看贺廷，他这是吃醋了。夏季言脸色瞬间白了，他紧紧掐着我的腰，我没同意就不算分手，嘿嘿，爽，老婆好样的。我挑衅的看了眼贺廷，还不让开，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收回了手。夏季言突然弯腰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我晕乎乎的圈住他的脖颈，控制不住的想，夏季言好高，力气好大，有这样的老婆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我手长垂下来插了一把他的屁股，夏季言呼吸一滞，心跳声骤然变快，这身材，这顶级脸蛋，我是真
真想睡，浑身又窜起了电流，有毛病！宫三想睡主角受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一年里，我压了夏季言无数次，全都被这电流弄萎了。他妈的，什么清朝余孽，搞什么双节？关键他也不结啊，后面俩宫等着呢。怎么就因为我是宫三，不能比宫一宫二先吃到？神经！夏季言把我放进车里，我就开始睡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。我撑着脑袋洗漱。昨天夏季言跟贺婷和方玉都碰过面了，他们看到他这么可怜，肯定会马上进宫。我也要开始准备了，要把夏季言虐得惨惨的，到伤心欲绝的那种程度。这绝美老婆，我是真的有点下不去手啊！这半年的我是真走心了，但是不放弃她就会被电，破坏剧情，还会早死。想想还是算了，我有钱有颜，美人还不是前仆后继的，我不能为了她命都不要。洗完脸，我撑着台面看着镜子，却突然被脖子上的红印子吸引。这是什么？我按了按，还挺疼。夏季言突然出声：“吃饭了。”我扭头看他，他无声无息地站在我的身后，不知看了多久，一股奇怪的感觉从尾椎骨传来，惹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用手背蹭了下红痕，都没太在意。吃完饭，夏季言掰着我的脖子仔细地看了看，蹙紧了眉毛，应该是什么虫子咬的。我今天换新床单，喷点杀虫喷雾。哇，我老婆真周到，我是真舍不得下手啊。夏季言还有点发热，吃了药后在沙发上窝着休息，他眼下一片青黑，明显是没睡好。桌上还有他拆开的头孢盒子。徐少，你到底跟没跟夏季言分手啊？昨天那个漂亮小孩借着死党的手机给我开视频，矫揉造作的我有点反胃，不过我还是朝他温柔的笑，问这么清楚干什么？我如果没跟他分手，你就不跟我了吗？那漂亮小孩愣了下，脸红红的看着我。徐少，客厅家里有派对，你来吗？我们正在玩游戏呢。好啊，宝贝儿，等我。我油腻的说完这句话，挂断了电话。夏季言此时已经醒了，坐在沙发上，神色可怜的看着我。静欢，你又要出去了吗？能不能在家陪陪我？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需要陪？我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，你吃了药不能喝酒，听话，在家待着。他攥住了我的袖子，哥，我心脏微微一抽。夏季言之前可是朵高岭之花，我把它摘下来并不容易，费了老鼻子劲儿了。我蹙眉看着他，冷了脸。夏季言，是你求着我不要分手的，还说不会再管那么多，后悔了就滚出去。夏季言眼眸闪过一丝阴鸷，很快收敛，他松开了我的手，脸白得像鬼。别分手，我让你去就是了。关上门我就后悔了，怎么能跟绝美老婆说这么狠的话？真是造孽啊！我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玩游戏，客厅眼睛上蒙了块黑色的布，面前放着几瓶整蛊饮料。见我来了，死党赶紧招呼我，许少快来！我麻溜地坐到了贺婷的对面，指着那瓶辣椒油问他这个喝不喝。贺婷唇角突然勾了一下，道不喝。啧，我还指着辣椒油，喝不喝？我给他倒了半杯，又指着旁边的白醋，这个喝不喝？很好，我又给他兑了半杯。朋友们都笑疯了，我也乐了。贺总，请吧。可他却没把眼上的黑布摘下来，反而是在桌子上摸来摸去。第一次玩，我可不想错过他的好戏。我端起杯子打算递给他，喝吧。他却猛地擒住我的手，连带着杯子都拉了过去。我的胸膛一下子撞到桌面，疼得我闷哼一声。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口整蛊饮料，然后惊天动地的咳嗽了起来。我嫌弃的甩了甩手，刚刚杯子握得高了，贺婷的唇几乎是贴着我的食指喝的。啧，工艺咋这么骚？他一点也配不上我老婆，几乎是我前脚来。夏季言后脚就到了，他用他那双渲然欲泣的眼睛一直看着我，看得旁边人不住起哄。挡酒的来了，来给咱们徐少满上。他坐到了我的旁边，贺婷也恢复了正常，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这边，像是猎手在打量自己的猎物，然后用目光一寸一寸的把它包裹。我心里突然很烦躁。余光里，夏季言端起了酒杯，我蹙眉，一把将酒按下，表情很凶。你刚吃了头孢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看到夏季言病态的脸上勾起一抹笑来，眼眸也如冰雪消融。自从我提了分手后，每次出来玩，他就来帮我挡酒。我这海王有个习惯，我酒劲不耐，谁帮我挡酒，我带谁过夜。我的心脏轻轻一抽，微弱的电流席卷全身，真烦。我疼得站了起来，去了洗手间，一边狠狠搓自己那只手，一边狠狠压制自己对夏季言的想法。我在原来的世界是个孤儿，从来都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偏爱。我一时之间实在不愿放手。等我洗完脸出去，就看到贺婷坐在夏季言的旁边，在桌子上推了一张卡。夏季言，许静欢已经厌弃你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？是缺钱吗？这张卡里有100万。夏季言嗤笑一声，漂亮的眼睛里全是冰霜。他手指夹起那张卡翻了翻，道：原来许静欢在你眼里就值100万。贺婷笑容一僵，当然不是，阿欢他是你只配我给这么多。夏季言，你别不识好歹，离开他，对你俩都有好处。我走了过去，就听到那句离开我，对夏季言有好处。我把牙咬得咯咯作响，好，已经开始当着我的面撬我墙角了，后面恐怕要在我睡着的时候，两个人这样那样了。我扯着夏季言就走回家，真是怕了夏季言这个人，他怎么这么固执？吃了头孢还要喝酒，不要命了吗？我冷着脸不想理他，他却黏黏糊糊贴上来，还亲吻我的唇角。哥，我这不是没事吗？你别生气了，怕主角受把自己弄死。剧情崩盘，我消停了很多。夏季言每天都很开心，他拖着病体，想招法的给我做好吃的，好像回到了我们的热恋期。而我偷偷眷恋的盯着他的背影看，我还喜欢他，却不得不推开他。从得知贺婷即将回国，我就知道剧情要开始走了。我开始抽身，开始不叫夏季言宝宝，不回他的消息，不主动跟他分享日常，不亲吻，不拥抱。在他哭着问我为什么的时候，冷眼旁观。可戒断反应就像巨浪一样向我袭来，我只能强硬的跟他分手。我知道短期内见到他，我还是会频繁的爱上他。可就算被电击，我也跟自己说，就允许沉沦这几天。什么时候夏季言好了，什么时候抽身。这场热竟然拖了半个月才好。期间我发现夏季言不好好吃药，我就盯着他吃。后来我又发现他会在我睡着的时候偷偷把药抠嗓子吐出来。我怒了，扭头就走。他吓得终于把自己养好了。在别墅养病的这些天里，那漂亮小孩一直喊我去这儿去那儿。他也是奇怪，我上次去贺婷那儿，他只是远远的看着我，并没有热情的贴过来，倒更像是个传话的工具人。估计发小觉得漂亮男孩对我这个海王说话管用吧。拒绝了3、4次后，发小在群里吵我，还是嫂子有本事，稍微用点手段，徐少就受不了了，这不直接浪子回头。
头了。啧，我在群里发少埋汰老子。晚上我为了维持我的海王人设组了个局，来的人除了那几个发小，竟然还有贺婷和方玉。我蹙眉看着他俩，两个发小朝我笑，一个说贺婷刚回国，出来带他熟络一下圈子朋友；一个说方玉是他好哥们的弟弟，出来带他见一下世面。我哼笑一声，知道这不过是剧情推理罢了。我又怪得了谁呢？我郁闷地抽了根烟，在洗手台洗手的时候，感觉一道灼热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蹙眉抬头，就看到方玉站在我的身后，他的视线久久落在我的后背下方，久久不散。透过镜子，我发现他竟敢比我高一点。啧，怎么公一、公二、公三连身高都要排队吗？我没好气地看着他，滚一边去！他视线转而盯住我的脸，露出个笑来。徐少，你不是想要跟夏季言分手吗？我有个办法。什么？你在他面前亲我？方玉道。我笑了。公二脑袋被门夹了。我是个海王，送上来的美人当然不会拒绝。我凑近他，眼眸深情地看着他，怎么亲？他喉结滚了滚，移开了目光后，脸上泛起红晕。一会儿夏季言来了，你配合我就好了。方玉是要以身入局，让夏季言对我彻底失望，但他这个办法有点伤敌1000，自损800了。方玉台球打得不错，激起了我的胜负欲。我弯腰直干时，后腰突然贴上了一具滚烫的躯体，隔着浅薄的布料，烫得惊人。他的手也按到了我的手上，呼吸尽数喷洒在我的耳廓。徐少，我教你。我浑身一僵，这公二发什么疯？我刚要给他一肘击，方玉却突然在我耳边道：如果徐少想要早早摆脱夏季言，就最好不要乱动。他进来了，算了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又吐出来。如果夏季言真能就此离开，我也算是解脱了。我没能力改变任何剧情，只能做剧情的推手，所以希望自己给夏季言的痛苦越短越好。如果他还不放手，那就只能继续虐。我的2只手都被握住了，整个人像是被方玉圈在怀中。徐少，这里手在握紧些。我的手被他用力一握，疼痛感传来，他在我耳边轻笑了声，惹得我耳朵一阵发痒。我怀疑方玉就是故意的。夏季言猩红着眼睛，眼底是浓到化不开的墨。静欢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方玉在后面松开了我，我动了动被他握到发麻的手，毫不在意的冷了脸。没什么。夏季言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了不会再管我？你这样每次都追来，真的很烦。夏季言，我不爱你了，你回去吧。夏季言眼圈疼得红了，泪水瞬间就流了下来。他握住了我的手，别，静欢，你别不要我。我心里酸涩非常，谈了半年，一直放在心尖上的人，就这么在我面前委屈落泪，我真是……我攥紧了手，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走了。季言，他不爱你了，你能不能别作践自己了？他荤素不忌，什么都吃得下，你不嫌脏吗？方玉苦口婆心地劝着夏季言，我不想听，脚步加快，声音被喧闹的歌声淹没。别装了，方玉。夏季言盯着他道：如果我跟他分手了，你是不是也等着上位呢？刚刚你的手到底想摸呢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方玉看着夏季言，突然笑了。夏季言，原来这才是你。不知道许静欢知道你这样还会不会喜欢你？我返回卡座，就剩贺婷旁边还有个位置，怎么给夏季言留的？我还偏不让他坐，我就要把他得到夏季言的时间无限拉长。我坐到他的旁边，挑衅的朝他笑：贺总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局？当然是为了一个人。他深深地盯着我，啧，要不要这么明显？真是弄得我一股无名火。我跟贺婷是死对头，出国之前他处处与我作对，我出现在任何场所他都要压我一头。我追夏季言，他也是天天给我使绊子，直到我们确认关系他才出国。我知道那个时候贺婷就喜欢夏季言，但是因为夏季言喜欢我，他就放手了。现在听说我们分手了，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我蹙眉看着贺婷，她今天穿着一身黑色的衬衫，更是衬托着脸型优越，有上位者的气场，像一个隐匿在黑暗里耐心的猎人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上身一件花衬衫，要多风骚有多风骚。这一对比，夏季言那儿还能看到我。我郁闷地端起一杯酒，徐少，那是酒，这才是果汁。发小及时提醒。贺婷斜着眼睛瞧我，还晃了晃自己手中的酒杯，晶亮的酒在杯中晃动。妈的，谁说老子喝不了酒的？老子能比公一公二先吃上老婆的嘴子，就能比他们还能喝。我一口闷了后倒，给我满上，一连喝了好几杯，辛辣香醇的酒味一路掠过喉咙。我低着头，意识有些迟缓，手中的酒杯滑落，砰地摔在地上。许静欢，我听到旁边有人喊我，我迷迷糊糊抬起头去看，眸子里盈满了水光。贺婷呼吸一滞，突然抬手捏住了我的下巴。她突然低头，我的脸猛地被另一只手掰走，然后唇上一片柔软，熟悉的味道传来的同时，脸颊上也落了一个吻。我瞳孔骤缩，夏季言站在我的后面，隔着沙发椅背掰着我的头亲我，而贺婷的吻落在了我的脸颊上。什么鬼？贺婷有没有准头？亲人还能亲错？我怀疑以后他对不准。还有夏季言，不是已经被方玉说通了吗？怎么还过来亲我？搞得我心跳失衡。我猛地推了把贺婷，滚开！贺婷眼神狠厉，突然一手掐住夏季言的脖颈。卧槽，这么刺激吗？夏季言亲我，贺婷她这是吃醋了，要在这里搞强制爱。我现在醉成这样，也没行动能力啊！我扭头去看发小，才发现就在刚刚夏季言亲我的时候，他们都离席了。我这一眼正好捕捉到那漂亮小孩心虚的看着我在关包厢的门，而方玉也从台球厅那儿走了过来。我醉得躺在沙发上，浑身没有一点力气，连眼睛都有点睁不开。封闭的空间里，夏季言、贺婷、方玉，不用想就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他妈的，怎么没把我也带走？今天真要扮演一把熟睡的丈夫了。贺婷一把将夏季言拽了下来，桌上的酒水散落一地，我醉的眼睛都要睁不开了，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脸。我抬手扇了他一巴掌，夏季言从那边跑了过来，一拳打在了他的脸上。什么情况？他们脑子都跟我一样，醉昏头了吗？我脱力的躺倒在沙发上，直到再次被晃醒，入目是夏季言白皙的脖颈，他背着我在回家的路上。我乐了一会儿就开始心酸，妈的，老子还没吃上呢。我一口咬上夏季言的脖颈，他疼得缩了一下，我猛地松口，舔了下那伤处，小声道对不起。微弱的电流却从心脏处流遍全身。夏季言往上掂了掂我道没关系，还侧头安抚地亲了亲我。推开门，他把我压在门后，捏着我的下巴就咬。我眨着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们不是已经那啥了吗？他为什么还亲我？你干嘛亲我？他咬住我的下唇搓磨，勾着我的舌尖吸吮。接下来是 MVP 结
结算画面。我一开始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他把我放到了床上，我捂住自己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夏季言喘息着问。你们刚刚？他气笑了。没有，我只属于你一个。我瞬间高兴了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。我扒了夏季言的衣服，坐在他的身上，却被电一流几次电尾。哥，你不行，我行的。夏季言红着眼睛道。他难耐地亲我的脖颈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先别急。我着急于自己的状态，根本没听清夏季言说的什么，就被他推着把我翻了个面。他一只手扣住我的手腕，刺啦一声，我身上一凉。他咬住了我的耳垂。我会让你舒服的，哥。然后我被他撞得骂他都支离破碎的，眼睛都哭肿了。我仰着头看着晃动的光影，能不能来个人告诉我，我一个公3为什么会被受压？这合理吗？还有这个可恶的电流，我一爽他就电我，这合适吗？第二天醒来，浑身像是被车碾了一般疼，脖子上全是吻痕，嘴还肿了。昨天我哭了半夜，不管怎么求饶，夏季言都没有放过我。我不知道剧情怎么会偏到了这个样子。夏季言推门进来，我失控的让他滚，我实在接受不了被自己的老婆压了。夏季言阴沉的盯着我，我心头一跳，捂紧了屁股，他却又温柔的笑了。哥接受不了，我就给哥一段时间。说完他就走了。我在脑海里疯狂喊系统，却没什么回应。妈的，这智障东西就知道电我，其他屁事不干。我休养了好几天，夏季言却像是消失了一样，连每天的问候都没了。我气得在床上狠狠摔手机。这夏季言到底跑哪去了？他不会提了裤子不认人吧？我安慰自己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从别处知道发小在组局，但那小孩却迟迟没喊我。我忍不住打了电话过去，虽然发小不靠谱，但是他那手里是真有帅哥啊！我还不信找不到比夏季言还好看的，怎么不喊我？你也要来？这可是多人局，你确定？管他什么局呢？我失恋了，要去放纵，忘记旧爱的办法就是另寻新欢。我来得很快，可我没想到贺婷和方玉也在，直到坐下我才知道他们这是个什么局。我起身就要走，一边一个，贺婷和方玉都抓住了我的手，他俩脸上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淤青，像是和谁打了一架，顶着这样的脸就来了。不是，他俩来干嘛？夏季言都离开我了，不是应该他们正在追他吗？我甩掉两人的手，却觉得身上越来越热。我没喝酒，不过是喝了一杯饮料。看来这种局多多少少水里都加了点东西。我晃了晃脑袋，腰上就攀上一条手臂，贺婷紧紧扣住我的腰，手伸进了我的嘴里。我刚要咬他，方玉突然一口咬上我的耳垂，湿热的气息喷洒在耳朵上，我瞬间软了腰，本来就不清明的脑子这下更加热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是在干嘛？贺婷的手伸进我的衣服下摆，刺激的我浑身一抖，我脑袋一团乱麻。疯了，这个世界全疯了。门突然被人撞开，夏季言带着一群人闯了进来，他狠厉的脸一脚踹开方玉，把我搂在了怀里，画面像是慢放的动作片，直到他们痛苦的蜷缩在地。夏季言在我耳边咬牙切齿道：许静欢，屁股还没好就出来乱跑，是不是欠啊？系统你看看，这是主角兽能说出来的话吗？整整一夜，我被他翻来覆去，覆去翻来，床单扔了又换，地上全是卫生纸，骨头都要散架了。再次醒来，手上绑了个金色的小链子，另一头绑在了床头，一动就哗啦啦的响。手机给我没收了，连裤子都不让我穿。我对夏季言破口大骂，越骂他却越兴奋，而我反复被电击，反复被翻面，就这样过了1星期。我疯了，我要跑，但是怎么跑？这是个问题，这4处都被封死了。我只能盼着夏季言睡着后偷他的手机跟发小联络了。所以这天他来例行公事的时候，我很热情，他很高兴。哥，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？好。直到夏季言沉沉睡去，我才睁开了眼睛，强撑着下了床，腿一软，差点栽倒在地上。我在地上找夏季言的裤子，终于摸到了他的手机，输入一串号码，给他发了个定位，然后删除信息，又把手机塞了回去，躺在床上倒头就睡。5分钟后，夏季言睁开了眼睛，他用手指隔空描绘我的唇形。哥，既然你想跑，我就成全你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只有在我身边，你才是最安全的。你怎么这么心大？这4处可都是觊觎你的人，你以为的救赎，不过是另外一个更深的深渊。第2日醒来，阳光正好，我眯着眼看向窗户，洒下来的阳光照射在我的皮肤上，白色和红色交织，更显得这些痕迹没法见人了。夏季言端着饭碗走了进来，我紧张地看着他，难不成信息发送失败了吗？他轻啄了下我的唇，哥，你都瘦了，吃饭吧，天天纵欲过度，能不瘦吗？我瞪了他一眼，敢怒不敢言。喂我吃饭的时候，楼下响起警车鸣笛声，我紧张地看着他，他没说什么，仍是安静地喂我吃饭，直到门被人强力破开前，他轻轻吻了我的唇角。夏季言被冲进来的人压在了墙上，没吃完的粥撒了一床，发小和贺婷冲过来给我解绑。出门前，夏季言紧紧盯着我，像某种野兽盯上猎物，直到坐上车，我才放松下来。发小坐在驾驶位扭头看了过来，我是真没想到夏季言他竟然会囚禁你，他之前在我们面前装那么乖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变态。操，老子光说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扭头看了眼浑身痕迹的我，道：静欢，你没事吧？贺婷蹙紧了眉，挡住了他的视线。开你的车去哪啊？他问。贺婷，许静欢家里已经不安全了，先去我家躲一阵吧。他扭头询问我的意见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心中有点感动，点了点头。在跟贺婷成为死对头之前，我们有过一段时间关系挺好的，我是真的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仗义。贺婷把主卧让给了我，还给我叫来了他的家庭医生，打上点滴后，我昏沉沉睡了过去。迷糊中感觉有东西一直在咬我的唇，本来上面就有伤口，我疼得缩了一下。那人停住动作，转而去亲吻我的脖颈。我挣扎地睁开眼，卧室空无一人，点滴已经打完了。我摸了摸脖颈，是幻觉吗？我走出卧室，就看到贺婷拿着笔记本坐在沙发上，见我出来，放下了笔记本走了过来。饿不饿？实话说，还有点尴尬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幽怨地看着他，你动作怎么这么慢？为什么不早点把夏季言追到手？这样我就不会受这种无妄之灾了。他倒是愣了，问我为什么要追夏季言。我傻了，你不是喜欢他？之前你就处处跟我较劲，要不是因为夏季言，我俩的关系也不会那么坏。谁说我喜欢夏季言了？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。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脑子宕机了。贺婷刚刚说什么了？他说他喜欢我，疯了吧？我脸色苍白地看着他，突然想到了那个他亲错人的吻，腾地站了起来。他却笑了，我不会那样对你的，至少在你同意之前，我都不会。他也
也站了起来，语气认真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比夏季言更适合你，你可以考虑一下我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这几天我也可以搬出去住。不用，你就在这儿住。我懵逼的回了房间，开始在脑海里疯狂喊系统，仍是没消息。当初把我传送来，给了我原主记忆后，系统说他一人管着好几个小世界，可能不会及时回复，就留下一个监管我的电流。我这个渣男宫三，只要一对主角受动心思，就会被电击。我颓败的坐在床上，这叫什么事？休养好后，在夏季言那儿的一周，快把自己憋死了。我打算出去逛逛，贺婷非要跟着我。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，突然一辆大货车朝我们冲了过来。贺婷面色铁青，猛打方向盘，车子直朝护栏撞了过去，剧烈的撞击声几乎要把我的耳膜震碎。我瞬间失去了意识，昏迷中，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脸，我猛地惊醒，看到方玉贪恋的用手指描绘我的鼻梁，见我醒了，露出一个笑来。许静欢，你终于醒了！操，这疯子！我猛地抓住他，贺婷呢？还没死。他用眼神指了指那边。贺婷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流着鲜血，意识清醒，没有重伤，看着暂时死不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刚要说话，他捏着我的下巴，凑过来亲我。我猛地侧头，他的吻落在了我的侧脸上。你疯了！他蹙眉，掰着我的脸，凶狠地吻了上来。我捂住了我的嘴，他偏执地笑了下，吻在了我的手背。我没疯，从你撞到我身上的那一刻开始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睡你，想的都要发了疯。他含住我的耳垂，在我耳边呢喃：你知道自己有多勾人吗？要不是那天我们去了，你知道你会被多少人轮吗？我吓得脸色惨白，不可能，我家里有权有势，你们不敢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不是许家亲生的。夏季言早就认祖归宗了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用眼神询问贺婷。贺婷点了点头。我的心突地凉了，不是因为得知自己被豪门抛弃，而是怀疑夏季言对我的真心。他留在我身边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收集证据，还是真的爱我？心脏像是被人挖掉一块，疼得我呼吸不畅。电流也来瞎凑热闹。贺婷走到了方玉的面前，随手抹了把额头的血道。我可以接受你之前说的条件，我们共享他，我135，你246，周日我们一起，这不是主角受的待遇吗？怎么到我身上了？还没人问我接不接受。我一脚踹向方玉，却被他一把抓住脚踝。你他妈！他直接把我掀翻了。然后贺婷顺势搂住了我的腰。系统捅，无人回应。我目眦欲裂地看着他们撕烂了我的衣服，白皙的皮肤在他们的手下逐渐变得粉红。门砰的被人踹开，夏季言站在门口，身后跟了一群人。我再不服软，屁股就要被查了。我朝他大喊道：老婆，快救我！你老公的贞洁快没了。不过一会儿，他俩就被夏季言打趴下了。这时候我才发现，夏季言不仅那里顶，个子和肌肉也很顶。许静欢，你想好了吗？你真要跟着夏季言走？他可是处处算计你呢。我踹了方玉一脚，我又不傻，留在这儿让你俩瓜分我，还不如跟着夏季言走，至少我心里还喜欢他。夏季言开车的时候，我忍不住问：你早就知道我不是亲生的？他动作一顿，对不起。我张了张口，想要问什么，又觉得有点苍白。他似乎是看出来了我要问什么，表情认真道：我对你的感情是认真的，怎么证明？车开到岔路口，前方突然窜出一辆车来，刺目的白光照得我睁不开眼。夏季言，我感觉有人猛地抱住了我，剧烈的撞击声在耳边炸开，最后清晰的声音是夏季言留在我耳朵里的。他说：这么证明，时间好像都静止了。我缓缓地睁开眼，挡风玻璃全碎了。夏季言紧紧地抱着我，鲜血从他额头上流了下来，滴到了我的脸上。他身体扭曲，已经是个死人了。我的心疼的一慌，手控制不住地摸上他的脸。我没想让他死的，他怎么就死了？滚滚的浓烟里，隔着碎裂的挡风玻璃，我看到方玉歪倒在车上，也没了声息。警告！警告！检测到主角没有生命体征，小世界即将崩塌。消失了很久的系统突然蹦了出来，看着面前的场景傻了。宿主怎么回事？主角兽和宫二怎么都死了？你干了什么？说完，他沉思了会儿，骂骂咧咧道：这届宿主没一个好带的。说吧，你要不要像上一位那样选择用积分救他们？我沉默了。系统疑惑地查看了所有剧情，然后道：你没做错，如果你要用积分回家，我也不会拦你。如果我走了，这个世界会怎么样？会重置。重置夏季言受苦，被情伤，再被人共享吗？我看着他那张苍白的脸，我做不到。原世界我是孤儿，得病后连1分钱都借不出来，活着的26年里无人爱我，可我却从夏季言这里感受到了浓烈的爱。我知道他偏执疯狂，但我仍然想要试试，如果我用积分救活了他们，我会有什么补偿？小世界逻辑自洽，位面升级，你将不用扮演渣男，让一切继续往下走。好，我选择用积分救他。看着夏季言身上的伤逐渐恢复，我想我其实也挺疯的。全文完。